80岁大妈第一次来赌场，上去就将全部的身家50块压到了8号。谁知小球蹦蹦哒哒晃晃悠悠，果真就落到了8号。大妈的50块瞬间变成了1000块，于是他接着又下注100块压8号。结果小球再次稳稳当当的落在了8号。周围人一看，哇，大妈点真棒哎！大妈见状，索性将筹码整个浪的梭哈全压在了8号。一旁的大爷劝大妈：“靓女啊，你这个玩法老费心脏了，我跟你说。”此时大妈的心脏那是滴落到嗓子眼儿，然而结果却是3000瞬间变6万。这些周围的人算是彻底服了，纷纷赞叹她是赌神大妈。大妈则一脸傲娇的开始玩赌场的其他项目。大妈不懂什么规则，张嘴全是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大妈不管玩啥，那是压啥中啥呀。很快大妈就赢得这个盆满钵满，脑瓜都满。但大妈并非什么赌神，而是前几天找神婆给她算了一卦。哎呦，你这卦不得了嘞！8月8号就是你飞黄腾达之日。于是大妈在8月8号一大早晨便去银行取钱，碰巧赶上银行庆祝开业8周年，她成了银行的第8位顾客。银行奖励给她8袋大米。大妈寻思，难道今天果真是我飞黄腾达之日？于是大妈赶紧乘坐88路公交车来到了8号赌场。然而就在大妈撸起袖子加油干，打算赢个700-800万的时候，这局大妈居然输了，连带她那50块本金输了个干干净净。于是大妈失魂落魄的去找神婆。今天我这跟坐过山车似的，除了刺激啥也没捞着啊。不着急，今天不是还没过完吗？要不你出门再溜达溜达试试。于是大妈便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。果然她刚坐下没多大会儿，旁边的大爷就摇头晃脑的往她肩膀上靠。大妈推了他几次，大爷始终没醒。结果一探鼻息，您猜怎么着？死了！大妈吓得刚要喊司机，谁知大爷的包就突然掉到大妈的身上。大妈一看，里面满满登登全是钞票。再看大爷纹龙画虎的，估计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于是便嘚儿喝的把钱给背家去了。回家抖了出钱一数，足足500万美金。最后大妈直接揣着钞票搁唐人街扫货血拼。然而当她提溜着战果回到家的时候，却发现家里的房门被人给打开了，而她客厅多了2个不速之客。那么大伙这干嘛？把你捡到的钱袋子交出来啊，不然我他妈就弄死你！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，我警告你啊，别想欺负我一个老太太。见大妈就是不承认拿了钱，该溜子没有蓝帮老大的手令不能伤人，只能先行离开，准备次日再来逼问大妈钞票的下落。可大妈心里有数，自己是被这帮蓝帮混混盯上了，于是赶忙来到蓝帮的死对头中粮帮子里，准备花钱雇个保镖来保护自己。得知大妈的来意后，小头头立马就没嘚儿了。嗨，这不是上着杆子送来宰的大肥羊吗？他张嘴就报了8000刀的高价，大妈顿时就不乐意了。5000块，我牺牲我的健康，我稍微要把这稍微点了。行，5000块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大妈见对方同意了，立马就眯着眼往旁边撒摸自己的保镖，然后他指了里面看向最能打的那个人。我要这个，那不行啊，5000你可请不动他啊，那2000，不是，刚才不还5000呢吗？大妈呀，5000块是他呀，啊，1分钱1分货。小头头没辙，只能2000块钱给大妈找了个保镖小胖。看着小胖2米2的大高个，大妈顿时感觉安全感嘎嘎爆棚。小胖每天跟在大妈身边形影不离，蓝帮的街溜子根本找不到机会下手，于是他们便趁着夜黑风高，一炮子给小胖干迷瞪了，然后趁机闯进大妈家里，跟他翻箱倒柜寻找钞票。大妈听见动静后，随即悄没声抄起了平底锅，照着混混的脑瓜篮，嘣，这是一锅底。此时小胖急忙赶来，照着另一个街溜子的脑瓜篮，噗嗤就是一炮子。哪曾想街溜子这么不经打，脑瓜篮直接撞桌顶上迷瞪过去。他的同伴见状，赶忙从窗户撒丫子撩人。小胖误以为自己把街溜子给干死了，整个人都懵逼了。大妈反而淡定的掏出垃圾袋，开始处理现场。他先是用胶带将袋子拼成了2米见方的大小，接着他让人把街溜子的尸体拖到塑料袋顶上，等他们把尸体给裹严实了，大妈便让小胖拖着尸体来垃圾处理站这跟前，扑通一声直接把街溜子扔进垃圾箱里。殊不知人街溜子压根就没死，只是被他们干的迷瞪而已。果然隔天的早上，大妈再次来查看垃圾箱，当他发现垃圾箱里连个湿毛都没有，他整个人都懵逼了。而大妈的保镖小胖立马意识到这件事只靠大妈他们俩人指定搂不住，于是赶忙建议大妈把所有的事情上报给帮派老大方姐。谁知大妈听后却不以为然，我这把老骨头大风大浪我他妈什么没见过，他们就算找过来能把我怎么的？谁知隔天上午方姐就不请自来，直接找上大妈旁敲侧击的提醒，老太太，前段时间我被人偷走了500万现金，听说这钱你捡到了？哟，你在那说啥呢嘛？我听不懂。大妈这才整明白了，自己捡到的500万钞票是老头嗝屁之前从方姐那偷来的，而老
老头正是芳姐的死对头，蓝帮里的小头目。于是他赶忙假装啥也不知道的样子，咬死不承认。殊不知自己已经把这唯一的靠山给得罪了。等到大妈回到家后，发现蓝帮那群瘪犊子不仅把家里造得片片的，还直接绑了他孙子。蓝帮给大妈留下纸条，不还钱就撕票。大妈没招，只能按照蓝帮的吩咐照做。可就在大妈往手提袋里装钞票的时候，保镖小胖发现钞票上扎带正是他们中粮帮专用的扎带，他立马就意识到这些钱是老大芳姐的。可是大妈就是不承认，这是我丈夫的退休金。红黄色的袋子就是中粮的标志啊！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孙子被抓了，懂不懂啊？大妈知道自己已经把芳姐得罪狠了，便准备拿钱去蓝帮赎回孙子。可是小胖却不由分说，直接拿走了钞票，准备给芳姐送回去。大妈没招，不得不上演了一出偷两换柱，用手提袋装了一兜的废纸来到蓝帮。谁知蓝帮的人要求当面检验钞票，大妈直接被对方抓了个正着。眼见事情已经败露，大妈跪在地上哀求对方放过她小孙子。求求！就在蓝帮耀武扬威想要弄死大妈之时，随着砰的一声，蓝帮的老大被直接打了个透心凉，使心飞扬。大妈这才瞅见是芳姐带人来救他们。原来小胖把钱拿给芳姐为大妈求情，这才换得芳姐出面救人。中粮会的人上来就逮住蓝帮的往死里干，而小胖顶着枪林弹雨冲到大妈跟前，直接把大妈跟小孩救了出来。经此一事，大妈总算明白了，不是自己的钱，你他妈不能乱拿呀！